平型关战役是中国军队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充满侵略野心的日军，国共两党携手合作，通过地形优势和巧妙的战术，成功伏击了敌人，狠狠地教训了这群无耻的侵略者，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然而，在二战的欧洲战场上，同样上演了一场令人瞩目的战役——苏杰什卡战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面对德意军队的强大围剿中，竟然奇迹般的成功突围，为南斯拉夫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二战史上最惨烈的战役。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场战争的背景。苏杰什卡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为粉碎德意军队围剿，于1943年6月进行的一场重要战役。南军以寡敌众，殊死搏斗，最终突破重围，粉碎了德意军的围剿。尽管损失惨重，但这场战役为南斯拉夫的最终解放保存了重要的有生力量，是二战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1943年初，希特勒的德国军队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展开了一场血腥的绞杀行动，试图彻底消灭所有抵抗力量。处在巴尔干半岛核心区域的南斯拉夫成为了斗争的中心。以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为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军，在全国各地与纳粹和傀儡政权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尽管在此前的4次围剿中，人民军丢失了位于波斯尼亚的根据地和游击队的首府比哈奇，但主力转移至黑山，对德军和意大利军的重要交通路线形成了极大的威胁。面对这样的局面，德军指挥部命令东南线指挥官罗尔将军在1943年5月6日展开第5次围剿作战，意图彻底消灭铁托和他的人民军。为此，德军不仅保留了前4次围剿时的兵员装备，还调集了驻扎在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部队，以及亲纳粹的保加利亚军团和纳粹扶植的伪军，总兵力达到13万。这支庞大的围剿力量还包括从德国本土调来的特种作战部队勃兰登堡团。相比之下，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仅有6万人，另有4000多名在第4次反围剿作战中的伤病员。然而，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人民军全体指战员士气高涨，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接下来，我们看看战争之前的准备。德军为迷惑人民军，以秘密方式进行集结，甚至他们的盟友意大利人也是在战役即将开始时才得到通知。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军最高统帅部来说，这也是一个意外。当时，铁托正与英军代表团会晤，并通过电报与苏联商讨何时来访。5月8日，当人民军正在讨论如何进攻科索沃和塞尔维亚边境时，突然传来德军即将集结的消息。然而，由于没有可靠的情报保障，许多人并未相信这个情报。直到5月15日，德军飞机和地面部队开始进攻，许多人才意识到第5次围剿作战正式开始了。战役初期，人民军遇到了一个巨大难题，阵中有4000多名伤病员，这对突围行动产生了极大的困难。如果没有这些伤病员，人民军有足够的时间跳出包围圈。然而，铁托和最高统帅部不会抛弃这些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决定带领他们一同突围。铁托亲自下令，在保证伤病员安全的前提下，队伍按照要求进行撤退战斗。人民军的第一个敌人并不是德军，而是一直与之为敌的塞族切特尼克武装。由于奉行极端民族主义，切特尼克多次与人民军产生冲突，甚至在德军的支援下与人民军展开了残酷的作战。双方在利姆河和德里纳河展开了多次战斗。人民军在不利的局面下，依靠地理优势对敌人进行打击。然而，武器的劣势和伤病员的增多使得局势更加严峻。人民军高层下令部队向北突围，前往波斯尼亚作战。无产者第1旅作为先头部队，在富察地区与德军展开激战，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战斗进行到5月底。最高统帅部意识到，在富察地区不可能突破敌人的包围，重新选择苏杰什卡河谷作为突围方向。无产者第2旅受命占领通向苏杰什卡河谷的武切沃高地，成功将德军赶进了苏杰什卡河谷。然而，德军的包围越来越紧，将游击队和伤员们困在狭小的区域内。与此同时，铁托向莫斯科报告英军使团到达的消息，并请求苏联提供援助。
但苏联因在乌克兰与德军展开库尔斯克会战而婉拒了请求。英军使团请求空袭德军集结地的报告也被英军指挥部置之不理。德军发掘游击队计划在苏杰什卡河突围，几个师的部队开始向这个方向调派。在这危急关头，人民军最高统帅部果断决定将部队分为2部分，一部分由第1师、第2师和10个旅组成，负责渡过苏杰什卡河向波斯尼亚方向突围；另一部分则由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指挥，带领第3师、第7师及6个旅掩护伤员返回，渡过塔拉河向桑加克撤退，同时命令波斯尼亚的部队从背后袭击敌人，为主力部队的突围创造条件。6月6日，部队埋藏了所有重型武器，开始渡河。尽管德军占领了苏杰什卡河的上游，但未能占领制高点，这里随即爆发了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达尔马提亚第2旅第2营的指挥员在6月8日发出报告，德国人用越来越强大的兵力疯狂冲击，我们人员伤亡达2/3，但你们仍可以只靠我们。掩护伤员的第2集团没能成功渡过塔拉河，伤员不得不重新返回，跟随第1集团前进，第2集团则在后方掩护。6月9日，德军特种部队通过无线电侦察，发现了人民军总部的位置，随即派出飞机对总部所在区域进行狂轰滥炸。铁托在轰炸中受伤，英军使团负责人斯图尔特少校阵亡。6月10日，无产者第1旅在莱基奇的率领下，全旅向德军第369师在巴利若维茨的防线发起冲锋，占领了阵地。无产者第1师在波波维奇的指挥下，迅速扩大了战术突破口，成功越过富察卡利若维克公路，杀出包围圈。6月12日，德军指挥官吕斯特将军亲自来到富察卡利若维克公路，试图提高部队士气，阻止游击队的突破。然而，包围圈内的游击队第2批突围部队正在向这里挺进，最终的突围行动是在6月12日晚上展开的。第2师与最高统帅部一起开始实施突围。13日成功越过富察卡利若维克公路，守卫此段公路的德军装甲部队遭遇游击队的顽强抵抗，无产者第2旅的一门反坦克炮摧毁了2辆坦克，迫使其余坦克撤退。第7师也赶上了第2师，成功越过公路。然而，德军得到了增援，完成了对苏杰什卡的包围。6月12日，第3师与最高统帅部进行了最后一次无线电联系。13日拂晓，疲惫不堪的游击队员开始渡过苏杰什卡河，德军在河对岸用凶猛的火力进行阻击。师长科瓦切维奇身先士卒，在敌人的碉堡前中弹牺牲，失去指挥的部队损失惨重，只能分成小批突围。重伤员为了避免被俘，纷纷选择自尽。桑贾克第3旅政委米莱迪奇在突围中负伤，他摸了摸断裂的股骨，向战友们喊道：“向前冲！我不愿你们为了我牺牲。”然后向自己的额头开枪自尽。战后，南斯拉夫缴获的德国军事文件显示，在苏杰什卡战役中，德军和意大利军队杀害了1300名游击队伤员，游击队还牺牲了约200名护士和30位医生，这几乎是游击队中央医院技术人员的一半。总计，游击队在此战中牺牲了6000多人，也就是说，1943年5月被德军包围的游击队员中，每3人中就有1人阵亡。主力作战部队的30%的战士常年在苏杰什卡河谷。苏杰什卡战役的胜利不仅保全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有生力量，还极大地鼓舞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士气。南斯拉夫人民军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对抗侵略者的决心。这场战役的胜利也粉碎了德军试图解除南斯拉夫德军牵制太平东线战场的企图，为东线战场的盟军提供了间接支持。同样，在亚洲战场，日本的侵略行径也遭遇到了各国顽强的抵抗。无论是在中国战场上，还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反法西斯力量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击退侵略者，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和自由。这些胜利都向全世界宣告，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侵略者必将付出惨重代价。战后，南斯拉夫导演斯蒂佩·德里奇拍摄了著名影片《苏杰什卡战役》，向英勇牺牲的南斯拉夫各族军民表达深切的敬意。这部电影在许多国家放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苏杰什卡战役作为2战中最惨烈的战斗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南斯拉夫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反法西斯势力的士气，各国的反抗势力如火如荼般进行，同时也粉碎了德军想要解除当地德军的牵制，派兵前往东线战场的目的，大大缓解了东线战场的压力，为后来苏军的大规模反击间接地提供了帮助。这场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是南斯拉夫人民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和追求的象征。苏杰什卡战役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激励着后人继续为正义和和平而奋斗。